美国华裔连环杀手，加州犯下10数起命案，被判处死刑，为逃避审判，不断寻找法律漏洞。1985年案发，至今仍活在狱中，其案件执行进度之慢，堪称美国之最。这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。莫看江边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震惊美国的华裔连环杀手的案件。正常来说，华人在海外给人的印象大多比较勤劳、朴实、内敛，甚至有一些老实软弱。尤其是在上个世纪，世界各地都很喜欢使用华人劳工，认为他们绝对不会惹事，更不会犯罪了。但这种想法被1985年美国加州出现的一位华裔连环杀手所打破。他就是吴志达，他因涉嫌杀害25人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而案件得以被发现，还要从一起毫不起眼的盗窃案说起。1985年6月2日清晨，旧金山警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一位五金店的店员报警说，有一名亚裔男子偷走了一个价值75美元的台钱，并将台钱放在了一辆本田车的后备箱，然后人就跑了。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，应该没人能想到，这起看似很简单的偷东西背后会牵扯出加州最臭名昭著的案件。在当时，对此一无所知的警方赶到了现场，发现那辆本田车还停在那儿，车里只有一名身材粗壮的白人中年男子，亚裔小伙子不知去向。警方先是控制住了车里的人，并对车内进行了简单的搜查，在后备箱中发现了报警被盗的台钱，同时警方又在后备箱中发现了一把非法改装、安上了消音器的手枪。白人男性向警方表示，他也不知道朋友去五金店买台钱没有付钱，他可以带朋友来支付。但是此刻警方已经对这把枪起了疑心。根据加州的法律，私自为手枪安装消音器是违法行为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台钱的问题了。随后告诉白人男子，他所驾驶的这辆车将被扣押，他本人也需要前往警局对这把枪的情况做一个说明。在去警局的路上，白人男子觉得自己非常无辜，那个偷东西的人也不是他，而是他的朋友叫查尔斯，警方应该找的人是他。警员则表示，车是你在开，车里有被盗的物品和非法改装的枪，盗窃问题不大，但非法改装枪支可很严重，一定要到警局来说清楚。就这样，白人男子被带到了审讯室，他告诉警察自己叫做莱克，偷台钱的亚裔男子本来的名字叫做吴志达，并称自己会坦白一切。负责审讯的警察给了他一支笔、一张纸，还有一杯水，让他好好写下陈述。随后出去找当天出警的警员询问了一些事情。等他们回来后，却发现莱克倒在地上抽搐着，不省人事。原来莱克在警员出去后服用了藏在身上的氰化物胶囊，就这样死去了，并且他也没有写什么陈述书，只是写了一封疑似遗言的信。警方很纳闷啊，偷窃一个台钱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儿，非法改造枪支也不是重罪，不至于寻死啊。显然在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于是警方开始从多方面下手展开调查，很快越来越多惊人的秘密被发现了。警方先是从莱克驾驶的车辆入手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这辆本田车并不属于莱克，也不属于他口中的朋友查尔斯，车主是一个叫保罗的二手车商，而这个保罗已经失踪了大半年。他的家人告诉警方，在他失踪当天，原本约好晚上要和女友共进晚餐的，却迟迟没有出现。而在那之前，保罗曾透露自己在报纸上登出了出售自己车子的广告，而保罗被发现失踪后，人们也没找到他的那辆车。接下来的调查中，警员发现本田车内有不同人的10几张信用卡、旅行支票等私人物品。而恐怖的是，当追溯这些物品的所有人的时候，发现这些物件的持有人全部都已经离奇失踪了。之后，警方联系到了莱克的第2任妻子，查到了其所居住的木屋，决定到他的家里去看一看。警方来到了莱克的家，一进入大门，警方首先看到的就是客厅天花板上遍布的血迹，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女性穿着暴露的照片，她们都带着恐惧的表情，明显是受到了胁迫的样子。卧室衣柜里发现了很多带血的女人内衣。仔细搜查后，发现了一个特制的密室，里面有一张简单的床和捆绑人用的绳索。然而，最恐怖的是，发现了一系列的录影带。录像中全是类似的画面，莱克与吴志达当众凌辱女受害者，而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就在一边被强迫观看。里面有21位受害者都已确认了身份，而且每一套录像带都标有名字和施暴的主题。
这些录像让看过的人都毛骨悚然。根据调查和录像带证据，莱克和吴志达至少伤害了25人，但是最后在后院只挖出了一部分人体残骸，里面能确定的是7个男的、3个女的，还有2个婴儿的身份，也就是只找到了12具尸体。警方只能发出12项谋杀罪的指控，而莱克和亚裔男子吴志达正是制造这些命案的凶手。而在录像画面中，能够清晰地看到莱克与吴志达年龄相差较大，那2个人是如何密谋走到一起的呢？吴志达，美籍华人，1960年平安夜这一天出生在香港，父母经商，从小家境殷实。吴志达从小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上小学时因打架偷窃被多所学校开除，初中更是企图火烧学校，再次被开除。无奈之下，吴志达的父亲将他送往了英国一所寄宿学校，刚到那里就因为偷窃再次被开除，之后返回了香港，一直到18岁。1980年，父母送他去美国一所大学念书，1个学期后，他再一次被开除了。之后，他虚报出生地为美国，成功入伍了美国海军陆战队。第2年，在部队还得到了晋升，但又因偷窃军火而被革职和判监了。中途逃狱返回了加州，在那里，他认识了未来5年的合作搭档莱克。莱克呢，1946年出生在旧金山，童年陪伴他的就是父母无休止的争吵。年幼的莱克经常为了躲避而到亲戚家借住。在他6岁的时候，他和姐姐搬去和祖父母居住。然而，在莱克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在祖母的怂恿下拍摄他姐姐的裸照。渐渐的，青春期的莱克迷恋上了性，在与姐姐发生了不伦关系后，附近的女孩也被莱克发展成了性伴侣。1966年，20岁的莱克同样加入了海军陆战队，成为了一名雷达兵，并经历了越战。7年后，莱克退役。莱克一共结过2次婚，第一任妻子因受不了他变态的欲望而选择离开，第2任妻子和他搬到了农场居住，在那里他们专门带孩子。1982年 ，FBI 突袭了莱克的农场，查获了大量来源不明的枪支弹药，莱克被捕，妻子与其离婚。在交完保释金后，莱克出狱，他用几个假名逃回到了加州，在那里他定居在前妻父母名下的一所小木屋。后来与吴志达相识，2个人真是相见恨晚，并住在了一起。莱克曾经失手结束了自己弟弟的生命，这个心理有问题的越战老兵感受到了杀人的快感，并且把这些感受分享给了吴志达，2人一拍即合。第一次，他们骗来了一名性服务者到他们的住处，侵害、虐待后分尸。此后，他们2个爱上了这种过程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他们以买卖2手商品、性服务为由，引诱受害者过来，将其囚禁在小木屋的地下室。男人和小孩会被投进焚化炉或被伤害，女人充当他们的奴隶，供2人各种折磨、虐待，然后伤害。而且过程还拍成了录像带，直至案发。在确定吴志达的犯罪事实后，警方开始大规模的追捕。此时的吴志达已经逃到了加拿大，并且在成功逃脱后的第34天，在一个商店偷窃食物并开枪伤人，最终在加拿大被捕。有人觉得吴志达偷窃成瘾，前一次偷让莱克栽了，这一次偷让自己栽了。但也有人指出，吴志达很是狡猾，他可能是故意的。他逃到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早已废除了死刑，而他原先所在的加州并没有废除。根据美加引渡条例，他很可能会因为他被美方指控为死刑，从而拒绝美方提出的引渡要求。美国想要把他引渡回去不太容易，而他又在加拿大犯了罪行，加拿大当局就他持枪伤人和偷窃的罪行进行审理，判处他4年半的监禁，他至少能在监狱安安稳稳地待着。当吴志达去服刑时，美国司法部展开了一场长达6年的引渡之战。在漫长的沟通协调后，加拿大政府最终于1991年同意了引渡。在这之后，就开始了美国犯罪史上拉锯时间最长、最昂贵的诉讼。吴志达和他的律师疯狂地钻法律的空子，各种拖延审判的程序。比如，吴志达会对加州提起诉讼，称自己遭受了虐待，被迫服用晕车药，这让他昏昏欲睡，没办法参加预审。同时，吴志达还会各种的卖惨，说自己童年被父母拳打脚踢，严厉对待，因此缺乏父爱。在看到莱克之后，感觉他亦兄亦友，所以就比较听他的话。他坚称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莱克所为，自己只是看着的。而对于录像中自己恐吓的行为，他统统甩锅给莱克，说是莱克要求的，自己可是连只小狗都不舍得杀。吴志达还表示，自己在监狱里完全是一个良民，还有包括狱警、监狱的图书管理员、监狱的辅导员等人，
都称吴志达是模范囚犯，力图证明他应该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。中间还有精神病学家出来给吴志达作证，称他有依赖型人格障碍，是想要取悦来客。吴志达的父母也是大把的给他砸钱，供吴志达频繁的更换律师，请各路帮手。因为吴志达会定期解雇他的律师，从而拖延时间，同时他还会对律师提起诉讼，这也是拖延时间的手段。无疑是用钱推出了一个给杀人犯的保护伞，将人命踩在脚下，无限的戏弄。不过最终法官还是驳回了将判决减为无期徒刑的提议，坚持认为吴志达没有受到胁迫，因为在二人所拍下的所有录像中，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是由吴志达主导所有的施暴行为。官司打了一场又一场，最终在1999年，这场历时12年的官司才结束。吴志达以11项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了死刑。然而，吴志达又故技重施，不停地发起上诉，直到现在，62岁的吴志达仍然在监狱中服刑，并没有被处决。如今，吴志达的皮囊已经从少年变成了一个油腻的大叔，但是他依然活着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